大家好，我是邱平，我现在来到了陕西咸阳。大家都知道，我们国家现在交通非常方便，高速和国道到处都是。那么大家有没有见过2000多年前的高速呢？在陕西这一块保存的还真有啊，就是在2000多年前，秦始皇修建的世界上最早的高速公路，它是叫做秦直道，从陕西的咸阳到我们现在内蒙古的包头，以前是叫九原。全长大概是700多公里到800公里左右，从秦始皇时期一直到上个世纪都在使用，就是说2000多年一直没有停，非常了不起啊！今天我们就来看一看这条高速公路到底有何不同，为何能够坚持这么长的时间。说到这个秦直道，那肯定得说一下秦始皇，他是公元前259年出生，去世于公元前210年。总共是活了49岁，是中国第一个封建王朝的始皇帝，也是后人称的千古一帝。在公元前230年到公元前221年的时候，总共10年时间，秦始皇相继扫灭了韩、魏、赵、楚、燕、齐等6个诸侯国，完成了统一大业，建立起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秦朝。在秦朝建立之后，秦始皇在中央设置丞相、御史大夫、太尉等官职，3个官职之间互不隶属，一切政事由始皇帝最终裁决。在地方上推行郡县制度，车同轨、书同文，又统一货币、统一度量衡，这些措施呢，大大强化了中央集权。那么要加强中央集权制度是方一面，那么还有其他的辅助措施，像遍布全国的道路，因为你必须要把全国连接起来，它这些制度啊各方面的政策啊才能延续下去。所以呢，秦始皇就是在全国修建了各式各样的道路，东西走向叫驰道，南北走向叫直道，就是差不多以咸阳为中心，相当于我们现在的国道、高速公路等等。那今天看的这条直道呢，从字面上也是可以理解，直道就是一条笔直的，大概就是从陕西咸阳的淳县，在秦朝是灵光宫，汉朝是甘泉宫，从那里直接到达我们现在的包头，在那个时候叫做九原郡，全长大概是700来公里，有一种说法也是800多公里。这条秦直道在《史记·蒙恬列传》中记载，秦始皇35年，就是公元前212年，始皇欲游天下，到九原，直抵甘泉，乃使蒙恬通道。意思就是说，秦始皇想云游天下，他想去那个九原，要让蒙恬通道，这就是著名的秦直道。这是秦朝时期全国版图，我们看一看。当时秦始皇统一6国，就是这一块区域。咸阳大家非常熟悉了，然后那边还有一个山海关，之前我们也去过，连丹东都是秦始皇那个时期的。秦始皇统一的时候是把全国分为36郡，你看长沙郡、南郡、衡山郡，咸阳就不用说了，汉中郡。当时秦朝的疆域，东至东海，西到陇西，南到岭南，北到河套、阴山、辽东，总共面积达到361万平方公里，面积是非常大的。这是秦始皇时期主要的交通线路图，有这种直道，也有驰道，东向西的就是驰道，这个南北的直道。我们今天看的就是这一条啊，九原到咸阳。基本上这些道路把全国主要的地方都连接起来了。秦始皇建造这些道路也是为了方便他的统治。这就是秦直道的起点，在如今陕西淳化县的甘泉宫遗址。像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就是甘泉宫的遗址。说到甘泉宫，主要是汉武帝时期，它是仅次于长安未央宫的重要活动场所，基本上是汉武帝作为避暑胜地，夏天长安比较炎热，他就来甘泉宫避暑。
同时呢，很多重大政治活动都安排在这里举行。这个秦直道的起点就在甘泉宫的门外面，在秦朝的时候称之为灵光宫。我们刚才说了，《史记》中记载，修筑秦直道主要是为了秦始皇巡游天下使用的，其实不是啊。真正来讲的话，是为了阻挡和防范北国匈奴的侵袭，秦始皇令蒙恬率领30万大军，用2年时间修筑的一条道路。秦直道呢，是咸阳通往北境阴山间最捷径的道路，大体南北相直，故称直道。它主要作用并不是巡游天下用的，而是作为运兵通道和作为交通线路等等。意思就是说，如果北边匈奴来侵袭，那么咸阳可以快速的调动兵马去防御，并且呢还能够快速的运送物资，就相当于把北边和咸阳这一块连接起来了。整个秦直道保留下来是挺多的，我们今天是参观其中一部分，叫做秦直道文化院，是在陕西的旬邑县，离起点其实不是太远。这个地方以前是秦直道非常重要的一个关口，在秦汉时期都有重兵在这里把守，现在门票是25块钱。在这里还弄了一些现代的壁画，展示的是秦始皇出巡的场景。秦朝上黑，从而他们皇帝也好，大臣也好，以及士兵基本上穿着的衣服啊，都是带那种浓浓的黑色色彩。它也是根据金木水土火来的。进来了，首先就可以看到一块巨大的石头，写的是天下第一道。因为秦直道是中国最早的高速公路，而且呢南北走向基本上是一条直线，至于一些小地方绕了一下，所以说叫做天下第一道。当时他们建造的方式可以说是领先了很多。秦始皇，中国第一个封建王朝，第一个大统一的王朝。不过非常可惜的就是，很快就消失在历史当中。秦始皇当时他创建了统一王朝，他希望他建立的帝国能够千秋万代的传承下去。秦始皇、秦二世、秦三世，结果他没有想到，他的帝国、他的王朝二世而亡。挺可惜的啊，他创建的很多东西啊，制度也好，其他也好，在之后的封建王朝都一直延续，特别是汉朝，基本上是承袭了秦朝的制度，秦朝的各方面，只是简单的修缮了一下。所以有这样一种说法嘛，秦始皇，或者是说他们秦国差不多7代国君上百年的努力，为刘邦做了嫁衣。你说秦朝跟汉朝区别很大吗？其实不是太大。过来之后就可以看到一种我们说的陶俑，当然是现代复制的，这就是秦朝兵士的样子啊，是不是有点像兵马俑？我估计很多地方的秦朝士兵的样子都是根据那个兵马俑来建造的，因为兵马俑确实是秦朝那个时候遗留下来的。那么肯定也是根据当时人们的形象、兵士的形象来建造的。他的手势是这样的，起码当时是拿了一个武器的。这里向我们展示的是秦始皇出巡的场景啊。秦始皇当时去过北地，至于他有没有走秦直道，我还真不知道，也没有查到相关资料。但是呢，秦始皇去世却是走过这条直道的。这个马车就是秦始皇出巡乘坐的马车了，是4匹马呀。在历史文献中记载，当时秦始皇出巡到江苏那一带的时候，刘邦看到出巡的场景嘛，他就发出这样的感叹：大丈夫就是要如此。在那个时候，他心中可能就有个目标，要出人头地。可能当时他没想过当皇帝啊，但是他一定想过要出人头地。结果还真被他实现了，成为汉朝的开国皇帝。说了这么久的秦直道，现在我们就来上面走一走。这就是秦直道，也是中国乃至世界上最早的高速公路。大家仔细看看，
两边呢还是树木森林，而中间这一块呢，可以说是寸草不生，只是说现在荒废了100多年，稍微有一点点杂草。那么在以前是没有的，2000多年了，还能保存这么完好，风吹日晒都没有大的树木长起来，那么这个建造方式肯定是非常先进的。就像我们在河西走廊看到汉长城以及一些明长城，也是寸草不生啊，那些土呢都是经过暴晒、炒熟而建造的。这一块的建造方式啊，也是与众不同。我们现在看到的是比较宽广，可以证明当时秦直道呢也是非常宽广，甚至说可能比这里还大，因为毕竟是一条大动脉嘛，是连接北边的高速公路，可以称之为是我们现在的国防公路。秦直道全长700多公里，路面最宽的地方达到60来米，一般都有20米。我们现在看到的可能就大概是20米左右，沿途配备了大量的路基、垭口。秦直道从建的时候一直到清朝上个世纪2000多年都在使用，堪称我们古代的一项奇迹啊！因为一直都没有过时。同时呢，这个秦直道也见证了封建王朝的更替，在秦朝它发挥作用很大，在汉朝呢，这里也是一条大的动脉。首先呢，在汉朝经常会抵御匈奴，也是通过秦直道过去的，相当于是北伐匈奴的直接跳板，是汉朝输送物资的要道。当时汉武帝北巡走的就是这条秦直道，昭君出塞也走了这条秦直道。那唐朝的话同样是如此，当时唐朝打击突厥也走了这条道路。还有这条直道呢，也是和草原贸易的一条通道。在2000多年的时间里面，这条道路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就算是到了清朝以及上个世纪逐渐废弃，秦直道呢依然是很多地方的一些干道。后面是由于北方交通变好了，水泥路、柏油路有了，这个秦直道才慢慢的退出了历史的舞台。秦直道大部分路段呢是依托山脊，可以很容易的俯瞰敌情，这个就相当于起到长城的作用了。秦直道很多地方呢，它是高出地表平均在20米以上，路基呢则普遍在30米到45米。它明显的是一条翻山路段，但是呢，很多坡度啊都达不到10%，全部都比较平坦。我在之前看视频还能看到有一些人还把车开到那个秦直道的遗址上去，证明这条道路质量是非常好。你像我们现在看到这一段，只是说现在是景区，如果条件合适允许的话，你汽车在上面仍然是能够正常的行驶的。这条秦直道在2000多年一直在使用，到现在很多地方仍能看到寸草不生。那么它是怎么建造的呢？一个是使用材料，另外呢是技术。材料的话就跟我们看长城是一样，它用的是熟土、夯土，把这个土啊炒熟、暴晒，这样的话就基本上不会长虫子、长草。你在陕西看到的那些帝王陵的封土和河西走廊看到的长城都是如此，并且呢，在这个土里面还混了一些石灰，那石灰本身就具有杀虫除草的功效。这样的话，两种组合而成，就变成了古代的混凝土。还有按照专家推测啊，除了这个熟土和石灰之外，在当时应该还有其他的秘方存在，因为这个秦直道有700多公里长，还有其他的驰道，路线也很长。那么在当时石灰的话，可能没有那么多，他们可能就还采用了其他的某种秘方，只不过呢是失传了。刚刚说了材料，现在来说一下建造方式。司马迁记载的是嵌山阴谷的方式，不过按照史书上确实也没有实际的记载。那么按照专家考证的话，建造这条秦直道，它是先在规划好的线路上面砍掉所有的树木，并且呢清理掉上层坚硬的土壤，然后呢用处理好的路缘石铺在道路的两侧，
这个就我们说的在两边固定一下，相当于栏杆一样。路中间呢，先铺一层大石头做地基，就跟房子的地基一样，使得整个这条道路有很好的承重性。铺完大石头，再在上面铺满小碎石，使它的缝隙非常小，填满。然后在上面呢，是铺上我们刚才说的熟土和石灰。如果是按照我们现在来讲，到了这一步呢，那肯定是有压路机过去的。那么在当时很有可能呢，也有巨石弄成的压路机。还有一些地方呢，没有压路机的话，就靠人工捶打。在当时他们可以说是分工明确，并且呢，他们也算是流水线作业，每一项都有工人分别来负责，有安装线路的普通工人，有测量距离的技术工，还有专门运送熟土的工人以及马车，并且啊，在两侧还是有排水沟的。这条排水沟非常深呐，起到两个作用，一个是排水，另外呢是阻挡野生动物进入到路中间去。换句话说，就是我们现在修路考虑到什么，在当时他们修路也会考虑到这些。这就是伟大的青直道，中国也是世界上最早的高速公路。特别佩服古代的工匠，古代的工艺确实是比较先进，很多时候他们的技术，他们的想法真的不输我们现在。这条秦直道在秦朝的时候修了2年，后面秦始皇去世，蒙恬去世之后就停工了。到了汉朝又经过修缮，后面的历朝历代也是经过修缮，一直直到清朝。总体而言，秦朝时期的那个基建技术真的还是比较厉害。中国封建社会很多建设都算是世界领先的，我们现在的基建也是世界领先的，这算不算一脉相承？这个秦直道是秦朝灭亡了就停止修建了。其实如果秦朝不灭亡的话，可能会有更多的秦直道出现。秦朝灭亡的原因可以说是多方面的。第一点是说他们统一的时间太快了，从公元前230年到公元前221年，总共10年的时间，秦国呢就灭了东方6国，统一了。为什么会说太快呢？因为从秦始皇也好，到他们下面那些王公大臣，其实还没有做好统一天下的准备。他们一开始是治理一个秦国，那么可能是得心应手。还有一点呢，秦国的制度跟东方6国还是有点区别的。那么他们统一之后，仍然是用秦国治理的那种方式，或者是说治理一个小国家的方式去治理整个封建王朝就不行的。说的简单一点，我们就按照一个公式来打比方，你下面的组长，你可能管10个人，那么你可能管得心应手。那突然这个让你这个组长去管理一个分公司，或者管理整个公司，让你做总经理、做董事长，你肯定是不能胜任的。就整个他们大秦帝国啊，从上到下可能没有做好准备，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可能就是跟秦始皇有关。大家都知道，秦始皇统一6国之后，他就废除分封制，推行郡县制。当时那些王公大臣很多人都反对，只是说秦始皇一定要坚持，包括以李斯为代表的法家人物，他们也想推行郡县制。他们认为分封制呢会导致国家4分5裂，就像春秋战国那些诸侯争霸争权一样的，会有很多战争。那如果说推行郡县制呢，就可以统一集权，权力呢全部收归于中央，收归于皇帝。那些跟随秦始皇，或者是说在统一天下战争中立下汗马功劳的那些人，他们肯定还是想着分封，毕竟我跟着你打天下，肯定是为了荣华富贵的。那么当时秦始皇一废除分封，那基本上可以说是得罪了整个军工阶层，或者这种勋贵集团，包括大秦本土的那些势力，只不过是由于秦始皇的威望把它压住了。当时那些勋贵、那些军工集团，他们会想着，你秦始皇的时候，我们现在已经没有什么作为了，那是不是我要等到你秦始皇去世后，你的儿子继位？因为扶苏呢，他当时还是有点赞成分封制的，那么他们就等着扶苏。
那当时秦始皇基本上为了巩固他的权力，把这些军功阶层，就是这些赞同分封的，基本上剔出了朝堂。大家可以看历史，秦始皇统一天下有很多将军，王翦呐，各个方面的。但是统一天下之后，我们知道数得上的将军就剩下蒙恬一个人，其他的将军去哪里了？包括秦朝出现各种大规模的起义，那些将军，大秦帝国的本土去哪里了呢？这就是一个原因，可能就是那些大秦本土的，还有那些军工集团，他们对秦朝失望了，他们已经破罐子破摔了，我不理你了。本来按照军工集团说，我到时候可能跟着扶苏还有希望，结果扶苏死了，他们唯一的希望也没有了，那自然而然的话，就彻底不玩了。那刘邦在建立汉朝的时候，他就吸取了这个教训。作为一个帝王来讲，郡县制肯定是最好的，权力归于皇帝一个人。但是在那个时候没办法，刘邦呢也只能采取分封制和郡县制并行的方式，因为光靠你皇帝一个人是做不了江山，也做不稳江山的。刘邦手下那么多人跟着你出生入死，肯定也是想着荣华富贵，想着衣锦还乡。那么整个阶层，整个利益集团都在推动你刘邦，他不得不推行分封制。然后呢，他又折中了一下郡县制和分封制并行。在早期他还分封了很多异姓王，后面他是看到这个危害，在他去世之前把所有的那些异姓王剪除了，并且留下命令，非刘姓者不得封王，就是说谁只要封王的话，就可以天下共击之。这样的话可以保证他们刘家的江山呢能够一直传承下去。刘邦当时也确实封了很多侯啊，他们都是有封地的。刘邦也知道分封制的危害，但是他没有办法。后面这个汉朝的分封基本上是到了汉武帝才基本上解决了。最重要的一点，我感觉可能就是秦国啊，秦朝他们丧失了民心。大家都知道，秦始皇统一战争是用了10年，在他之前，东方六国也好，还有秦国也好，他们几个国家打仗打了几百年，那么好不容易统一了，没有战争了，所有的百姓可以说是迫切需要稳定的环境，能够休养生息，能够发展。但是秦始皇和他的大秦帝国那些王公大臣他们没有停下脚步。第一呢，就是说修驰道、修阿房宫、修陵墓、修长城等等，那这些肯定需要大量的劳役徭役，那这个是非常辛苦的，基本上是有去无回的。还有呢，他又派出30万大军，北边抵御匈奴，南边南征百越50万，那基本上整个大秦帝国的军队都派出去了，内部没有什么军队。那当时的反对下面声音是非常大的，特别是关中那些老秦人，他想着我跟着你们嬴姓家族打了几百年，现在好不容易统一起来，我们没有得到利益，没有得到好处，就跟我们刚才说的那些军工集团老秦人一样的，我跟你秦始皇打了天下这么多年，结果回过头来我一点好处都没有，那我肯定不干了。秦始皇你在的时候能够压住，你秦始皇不在，立马就崩溃了。这是我简单分析了一下秦朝灭亡的原因，可能不够全面，希望大家见谅。秦朝尽管存在的时间比较短呐，可它却留下了宝贵的财富。我们今天看到的秦之道是一项，还有举世闻名的兵马俑，还有它留下的各种制度，沿用了上千年。包括我们现在有一些也能够看到秦朝留下的种子，还有它留下的大一统的思想等等啊，数不胜数。从而说，秦王朝时间短，但是在中国历史上存在感却是非常强的，可以说存在感是第一强的。那到这里，今天这个视频就差不多了，非常感谢大家，我们下个视频再见。